在浩瀚的亚马逊河上，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曾顺流而下，书写壮阔篇章。然而史料之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华人的完整航行记录。现在距离大西洋还有160公里。今天我将从亚马逊上游出发，来填补这一段空白，漂流3700公里，14天，穿越3国，直至它汇入大西洋。没有公路，没有铁路，能带我们离开的是一条船。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今天开始，我将在这条世界最大河流上面漂流数周，途经秘鲁、哥伦比亚、巴西，直到抵达它汇入大西洋的入海口贝伦。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顺流而下，寻找心中的 Atlantic。这趟旅程，我将从亚马逊上游秘鲁最大的城市伊基多出发。乘坐快艇穿过热带雨林深处，抵达秘鲁、哥伦比亚、巴西3国交界的水域，短暂停留寻找船只，前往亚马逊和巴西的最大城市 Manaus。在 Manaus， 我将继续等候那艘驶向大西洋的邮轮。整个旅途耗时14天，几乎横贯整条亚马逊河流域。船只在大大小小的城镇、村落停靠，码头喧嚣，旅客来来往往，货物堆叠，这正是亚马逊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然而，这趟旅程从不确定中展开，军警突击登船，船只事故，等候救援，每一刻都像在提醒我，这片世界最大河流不只是壮丽和繁忙，还有未知与冒险。我选择伊基多斯来作为我这期亚马逊河穿越的起点啊。伊基多斯呢，也是亚马逊流域的上游。大家如果想了解伊基多斯的话，可以看我上期视频，这期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我这一段航线呢，由于途经几个国家，是没有船只是可以直达出海口的，所以说呢，要分段来完成这段旅行啊。所以我先从伊基多斯呢，我先坐船到Santa Rosa，也就是3国交界的地方。我买的船票是140索尔，是快船，快船的话15个小时、16个小时就能到了。那这边是有几种不同的船呢，有慢船的话可能要3天2夜的，但那个价格要便宜一点啊。我为什么要选择快船呢？因为我这一趟旅行太长了，所以说在这里我选择快船。下游呢，我再选择坐慢船，就是给大家体验不同的工具来穿越这趟旅行。这里呢是有非常多的码头了，而且每个码头呢所对应的公司不一样的。我买的是海地这个公司的，是这个码头啊。每一个码头啊，还有自己的小卖部的啊。这呢就是我将要在这里坐15、16个小时的船只啦。这里呢还有免费的 WiFi 的，而且用的呢是 Starlink 啊，也就是星链。这里呢就是我这趟旅行的起点了，我将从这里出发，穿越整条亚马逊河4000公里，到达大西洋。这就是船舱里面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座位呢都是有救生衣的，然后这个船呢它是有空调的，所以说很舒服诶。还有监控啊，大家肯定很好奇，要是尿急的话怎么办？在快艇上面呢也是有洗手间的啊，是有2个，而且呢还是马桶的。然后往里面走就是船舱尾部了，这边应该就是 VIP 室了。看到 VIP 室呢是可以充电，还有 USB 接口的啊。我们再往船舱底部走一下，看一下啊。这边就是最尾端啦，是有3台发动机的。130。它也是130。Hola, ¿cuánto? 2 soles. 2 soles, OK。船票上面写的4点，我以为4点钟开船，结果4点钟才开始准备，我估计要5、6点钟才能出发了。刚才买了一些小零食，然后2 soles。有点像是加硬版的虾条。感觉我在吃糖一样，这个好甜好甜，齁甜齁甜。5点14分，终于出发了啊！这是秘鲁的海军吧？看
看一下前面这些港口，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距离大海最远的内陆港了吧？在大西洋的船只呢是可以开往这里的。在船头呢，居然还有一个小卖部啊！这里呢是 Manai River， 然后呢往这边开就是 Amazon River。How long have you been doing this job？ 亚马逊呢大概5点多快6点就日落啊，现在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温度也是最舒服的时候。这个快艇呢是左舵，但这里的航行呢它不是左舵靠右行驶，它是左舵靠中间行驶的。非常推荐大家开启苹果的反晕车功能，开启之后呢，它屏幕有那个点点，而且这个点点会动的，这样的话就不会晕车，跟在船上也是有效果的啊。晚上呢还有一个免费的面包啊，而且的口感有点像燕麦粥，然后放了很多糖在里面。现在是晚上接近11点，在一个叫 Pet Bus 的地方下课。可以看到这是中途的一个站啊，距离我要到达的目的地还有1半的距离。哇，晚上11点了，还有小贩过来卖东西啊，下课同时也在上课。经过16个小时的航行，终于来到了 Santa Rosa， 这里呢也就是南美洲的独山角啦。我现在所在的这一边呢，使用的货币就是 Sol， 在河对岸的左手边呢，使用的就是 Peso， 右手边就是 Leo。这3国交界的地区分别是秘鲁的 Santa Rosa、哥伦比亚的 Leticia 和紧挨着的巴西 Tabatinga。这里村民走动不需要签证，也少有海关查验，走私与灰色交易猖獗。记得我2年半前在附近村落探访时，竟被人误以为是进货的毒枭，向我批发 cocaine。它其实呢是停在一个交界的地方，现在还要再坐一个小船去 Santa Rosa 那边去盖章的。你看到这3国交界的地方呢是没有海关的啊，我要自己去移民局去盖章的，所以这边管理的还是比较松散的。就坐这么一小段的距离，收了我5索尔啊。Santa Rosa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岛，这岛也很小啊，但可能是因为这边是很多游客嘛，所以说它收费比较贵。就从码头，然后坐个嘟嘟车到Immigrant， 其实就很近的，就可能几步路就到了，它还要收你5索尔。这里呢就是这条岛的商业中心主干道了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小？这里的香蕉就跟我们的米饭一样的啊，是他们的主食来的。在移民局盖完离境章了，现在呢就准备去 Leticia。但其实因为我去马瑙的话是要在巴西那边，也就是在Tabatinga 那边坐船的，但我就选择住在 Leticia， 因为 Leticia 的住宿比较好，而且价格会便宜很多。但我就不办理就是哥伦比亚的入境了啊，因为要是哥伦比亚再入境的话，然后再出境太麻烦了，而且如果是在那里短暂停留2-3天的话是不需要的。如果要是你在Leticia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最好还是要去办个入境。在 Leticia办入境的话是要去他们的机场的。像 Leticia， Sí. ¿Cuánto? 10. 这边要价都很贵啊，你这去 Leticia 它要10索尔，不过这个船服务还挺好的，刚才讲到了6索尔，就很短的距离啊，这里就相当于是湄公河了吧？那边就是巴西啦，现在去 Leticia 就是哥伦比亚这边。现在已经到 Leticia 了，现在准备去我住的地方，我订了一个 Airbnb。Leticia 呢，如果是我的老观众应该有印象啊，我以前在探索美洲第1季已经拍过了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第1季的内容。这里呢就是市场啦，这里呢一条街都是可以换钱的，而且大家看到没有，就是秘鲁的电话卡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哥伦比亚的比索改革了啊，以前呢这个面值5的话就是5000比索，那现在呢直接把3个0抹掉了，变成5比索了。这就是亚马逊啊，下着太阳雨，可以看到吗？就是晴空万里，但又下着雨。这个儿童不宜啊，来看一下我住的地方吧。这是我住的房间，
这边是有衣柜，有一个卫生间，也是干湿分离的啊。最好的是这里它有一个自带的独立阳台，哇，这个阳台还不小哎。然后呢，这边是公共空间，也是一个天台啊。大家猜一下价格是多少？价格是100人民币，不到1个晚上。从我住的地方呢到巴西那边呢是3公里左右啊。我打了一个出租车，价格是15000比索。这里呢就是巴西跟哥伦比亚的交界地方了。这里呢就是巴西的移民局啦。刚才过边界的时候可以看到，那里是没有海关、没有检查的，就跟在同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只是在亚马逊旅游的话，你也不需要办签证，因为我是要出亚马逊，坐船出去亚马逊，所以说还是要把签证弄好。移民局呢，它是有午休的，12点钟关门，2点钟才开门。我来早了，现在才1点多，所以来这边的超市逛一下。2升的矿泉水46，400升的海飞丝31.8块，一包方便面36，快乐水12.6哦，他们是有平替版的快乐水是56。在这里旅游啊，真是很容易就混乱了，因为它那个货币呢有3种货币，然后语言也是有2种语言。那这边说谢谢就是 obrigado， 然后在那边呢是 gracias。已经盖完章了，因为我是有巴西的10年签证的，所以说我不需要办签证。如果你没有签证的话，你可以在联尼西亚那边，他们有一个巴西的领事馆，也可以办签证的。这个码头呢，就是可以坐船到 Manaus 啊。从这里到 Manaus 的话，要4天3夜啊。价格呢是296，但我是刷卡，所以他收了我10%的手续费。而且乘坐这艘船呢，你还要准备那个船啊，就那个吊船，还要准备那个盘子、刀叉的，因为他不提供的，要不我上船没有地方睡觉的啊。大家肯定很好奇我是怎么收集那么多资料了，其实我也是不知道了，我是到了这边再问的。包括这个地方，我也是问移民局的人，然后他告诉我这边可以买票。从这里到 Manaus 的话要住3个晚上，然后从 Manaus 到 Belém 又要住4个晚上，所以说还是要买一张好一点的船啊。这里是卖吊船的，这个超市里面价格会便宜一点，有25的，那可能质量不是那么好，基本都在60左右。选的这一款啊，价格是65。这款是这里面最贵的了，还要买2条绳子来把这个船给吊起来的，3块钱一条，买了2条。这里打摩托车比出租车要便宜的啊！我是住在联尼西亚了，所以说就打了个摩托车回来。这是当地的街头小吃啊，这个有点像我们的灌血肠，它应该是有一些米粒在里面的。然后这是一些猪杂、牛杂之类的吧，这个是牛肉啊。大家早上好，这边天亮得很早，5点多就日出了。今天呢，就在这个小镇闲逛一下吧。然后现在先去见一位朋友。刚刚聊完天，但他不是很方便出境啊，因为这个位置嘛是一个金三角啊、独三角的位置，所以这边的犯罪案件是非常多的。他也给我看了一些视频，哇，真的很触目惊心啊！而且这边的原住民的话是没什么法律意识的，而且他们警察也是管不了他们的。而且这边的毒品是非常的泛滥的，泛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店里的员工他们都在吸的，而且就是很便宜，就那个 cocaine 啊，一袋才58币，很便宜很便宜。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点没有缓过劲来了。我觉得我都算挺厉害的，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什么丧尸片啊，这种世界末日片啊。但跟我刚才看到的画面相比啊，我都哇，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就是人的各种部位都已经分开了，包括头啊什么的，然后就在市场然后很多人看着。先来到了巴西这边的一个当地人的市场啊，来看看这边有什么新奇的吧。这个码头还是人来人往很有烟火气。这里在这边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码头了。你看这边的渔民早晨清晨去捕的鱼，然后就来到这边来叫卖。今天呢，就正式开启我的4天3晚的马瑙斯之旅了。已经办好登记了，现在等着候船。我本来想在这边买一张那个巴西的电话卡，但它是需要有当地的那个税号才可以买的，所以没办法，我只能来买那个 eSIM 卡，30天的，然后10个GB，价格是144人民币。
这个码头登船呢，就要检查证件了。前面白色那条船呢，就是我要待4天3夜的地方啦。可以看到它是1、2、3层的。这里呢是第2层啊，这里是第3层啊。我来住第3层吧，我选个好位置啊，中间听说是好一点，不会晕船。这里呢就是我要待4天3晚的地方啦。这边是饮水机、洗漱台，往后面走，这边呢就是洗澡的地方啦。然后这边应该是船尾吧，船尾是一个餐厅加一个小卖部。一条雪糕7块，有时候呢手机是没有网络的，但这边有 WiFi 是有网络的，它应该用的是新亮。这边收费是1个小时5块钱，2个小时8块钱，5个小时20块钱。这边呢就是船头了，这是驾驶舱，可以看到他们1楼那里呢就是运货的，2楼跟3楼都是载客的。这个洗手间不是干湿分离的啊。这里呢，应该算是亚马逊河的中段了啊。这里的跟上游完全不一样，上游的话就是晚上也热的，这里呢晚上是很凉快的，甚至有点冷，风很大。Sao Paulo 嘞？是哦。哇，晚上还有这么多乘客的。这条航线呢，除了客运外，也是重要的货运航线啊。可以看到，大晚上的都在这里上货卸货。亚马逊河知道为什么这么脏吗？刚刚我看到他们打扫卫生，就直接把垃圾就扔到那个河下面的。Hola, good morning from Amazon River. Wow, like heaven, right? 现在来吃早餐啊！看到排队人吗？真的好多哎，真的来晚一点都没得吃了。这里呢有写它用餐时间啊，6点半到7点半，午餐是10点半到11点半，晚餐是4点半到5点半。来看看早上吃什么吧。一杯牛奶，然后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热狗还是什么面包吧，然后这块不知道什么样的蛋糕啊。吃不饱呢是可以加的啊。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外观不是很好，但吃起来还不错呀。这个是牛奶再加咖啡，也不错。可以看到，在亚马逊河流域啊，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都已经是很成熟了。其实这边的商业应该也还是有一定的规模的。你看到这个应该是服装的老板，刚才是有很多的那个糖大包的服装，现在已经搬走了一些了。他在请的工人来帮他搬运。午餐呢有果汁，有米饭、面条、烧鸡，还有这个应该是巴西的特色煮的那个黑豆。晚上的主食是一样，还是米饭加面条，然后这是黑豆炖猪脚，那个应该是幼泥吧。现在在往马瑙斯方向航行啊，可以看到亚马逊河啊，越往下游走呢，它的河就越宽，然后水流也越湍急，当然也越浑浊。大家这么看，是不是觉得其实亚马逊河也没有那么宽，对吧？其实不然啊，那一边呢，其实不是陆地的，它是小岛，小岛另外一边呢还是亚马逊河另外一部分，然后在中间那里呢才汇集成一条主河流的。亚马逊河呢，它是有1.5万条支流汇集而成的，不愧是世界上水流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起源于安第斯山脉，整体流经秘鲁、哥伦比亚、巴西，最终汇入大西洋。注入海洋的流量占世界河流总量的20%，是世界上流量最大、流域最广、支流最多的河流，其长度也一直在更新。它不仅是亚马逊人的母亲河，更是整个地球的绿肺。
I work as engineer with different equipment for submersible pumps and some equipment for wastewater solutions projects. Yeah. Especially is for to work with water. The factories usually was based in United States or Europa, but 4 or 5 years ago, many factories changed to the plants to China. What's your vision of your son? I have an idea for my children. I would like that she learning Chinese, Mandarin, Mandarin or China language, and English. Yeah. The first one. I would like that because in the future, I can that is very important to speak English, Yeah. but in the fu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eak Mandarin because China have great increased activities in Latin America. 船长呢已经去吃早餐了啊，大家早上好。可以看到船长就随便找了一个野码头来停船啊。我们在排队等着吃早餐，然后大家都在那里钓鱼啊，好大一条鱼呀！看到吗？这浑浊水上面就是这条鱼啊，很大。Olá Españols. Português, oi. Hello, how are you? How to say Portuguese? Oi, tudo bem? Oi, tudo bem? Amor, And ódio. 他以为这个是日本语啊，然后爱恶啊，然后他是因为看了这个动画片《火影忍者》，但也可以说是日语，他是因为日语也借用了很多中文嘛。这位呢是来自 Tabatinga 的Master， 他看上这辆摩托车了啊，732是1个月的价格，他要供60个月，也就是4万多。可以看到那边的烟很大呀。这个地方不知道是着火了还是人为的啊！我能想象当时麦哲伦他在麦哲伦海峡航行的时候啊，然后把那个地方起名为火地岛，估计也是跟我们现在的景象一样的，看到到处都是有那烟囱啊，就以为是有火的地方啊，结果是当地的原住民在那里生活。And your family hunting? See? And Isso da família caça. Sim, see? sim. Se tem. See? Tem, lá em cá tem. Isso, 哇， tem 他们 couro 也 de 捕猎 onça. 捕这个的啊。 Às vezes nas comunidades os indígenas eles matam para se proteger, porque às vezes os tigres, né, que são selvagens, eles atacam. See, sometimes they are protect family. tigre 哇，那个是高中啊，就是在这地方也有高中的啊。现在都没有网络，然后大家就是在这里吹和风，这不是海风啊，然后在一起聊会天。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够通过简单的肢体还是能知道大家的意思的。What's the capital of Amazon? Brasil? No Brasil, a capital do Amazonas é Manaus. Na Colômbia, Letícia. E no Peru, Iquitos. In Amazon, Baba is good or no Baba is good for the girl? Depende. Depende. A barba fica assim, bonita ou não? Baba good or no Baba? Fica isso. E, tipo, o que tu acha melhor? Homem de barba ou com barba? Sem. Sem barba? Sem. Safe Baba is Sem good. barba. 这是他的艺术照啊。我还以为到站了，结果不是啊，是突击检查，突然间上来6、7个荷枪实弹的警察，还加了那个马犬啊，然后一顿的收，男女各站一排。然后呢，那个马犬呢，在这群游客上面，然后就停留了，然后各种闻他们的行李，所以说警察呢把他们包全部翻了一遍啊，花了1个多小时，没收到才下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没走，还在这里啊。这里呢就是一个突击检查的地方，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哇，
这个船刚才不小心撞到岸上了，所有人都惊醒了啊！现在大家都抓住啊！哇，这个船长这是睡着了啊！Hey Tim, how are you? I'm good. No problem. No problem, it's okay. It's amazing experience, okay? What the fuck? Accident. Don't forget Yeah. this experience. What kind of accident? 哦，是可以看到亮光的地方啊，那边就是马瑙斯啊，这里距离马瑙斯也就很近了，可能就30-40公里了。那因为这边走的话哦，那应该就是这里是船头才对，对吧？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船尾啊，小卖部嘛，可以看到船头在那边啊，就是不小心撞到那里。现在看这个船怎么掉头啊，怎么把头掉回来那边才可以往前开。It's possible that the boat is a la deriva. With the motor is out. Oh, okay. The motor don't start 啊哈， for to have the control of the boat. 可以看到现在船长安排一个人在这里观察着岸边的情况啊，避免又撞上岸上。Accident, we can swing to the island. Here's the island. Usually it's not necessary, but Yeah. But you need to prepare. See. You prepare and you can help other persons. Yeah, maybe children, Yeah. women Okay. that have nervous for that situation. 鬼打墙一样啊，你看又是这样子撞来撞去的，哎，感觉又要撞到岸上了。我感觉又要撞到岸上了。 Pegar la punta porque no hay control. 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小艇啊，在一直顶着这个船，让这个船呢靠岸啊，这样它就不会让这船一直在原地打转啊。 Esse pau aqui que tá aqui na água aqui, ele é mais forte do que essa ribanceira aí. 这是下面的公园，然后找了一棵树绑起来。马瑙斯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既来之则安之，我感觉当地人比我心还大啊。现在大家都无所谓了，又继续回到吊船上面睡觉了。凌晨1点多，救援的船只终于来了啊，得救了。经过4天4夜，终于从塔巴汀卡来到亚马逊雨林最大的城市马瑙斯。不愧是亚马逊雨林最大的城市啊！在城市周边的码头啊，非常的多，从货运到客运码头。你敢相信吗？这是凌晨3点的码头哎！哇，好啦，对，好啦，哇，还好多人啊！应该是这边在开 party 啊。 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之类的。打了一个 Uber，8.1公里吧，价格是58币。码头呢就是在市中心的，但呢我就不住在市中心了，我选择住在另外一个区域。这个是一个叫 Amazon Shopping， 这个区域好像也挺不错的。凌晨3点多把房东叫醒了，所以现在已经到住的地方了啊。 这么一个房间呢，价格是137人民币一个晚上。在船上度过了4天，没有晕船，反而在陆地上面有点晕陆地了。睡了4天的那个吊船，现在终于可以睡正常的船了。好啦，今天就到这里了啊，很累，明天再来跟大家逛这个城市吧。大家早上好啊！没想到我住的这个卡塔它也有洞天啊，给大家看一下。 哇，这里它还是有一个泳池哎！现在把衣服给洗了，然后大家来逛一下这个城市吧。这个城市呢，其实我在第1季时候已经拍过了，所以说这边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记录一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第1季啊。在马瑙斯坐公交车呢，可以刷卡，可以给现金啊。给现金的话是58币啊。马瑙斯其实挺现代化的，不愧是亚马逊雨林里最大的城市。 大家可能对这个没什么概念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秘鲁亚马逊的最大城市呢是Iquitos， 人口是有50万，这里呢是有220多万啊。我们来到亚马逊就来逛一下亚马逊的 shopping mall。
马瑙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亚马逊城市啊，可以看到这边的商品琳琅满目，各种电器啊，什么样的商品都有啊。因为这里呢是有很多政策优惠的，它是一个自由贸易区来的，所以说这边的造船业啊，包括很多大公司在这边都是有组装的工厂了，包括丰田公司在这边都是有工厂的啊。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瑞典品牌的冰箱。这边是有组装工厂的，价格是2719巴币，美的15公斤的洗衣机价。的肥皂是5巴币一块，一整只烤鸡37巴币。巴西不愧是美食的天堂啊！阿根廷呢就只有牛肉拿得出手，在巴西呢是各式各样的美食都有，而且每一个地区的都不太一样。我又来到了昨天下船的这个码头来买船票啊。在这里呢，从这里出发到 Belém 的船呢，只有星期3跟星期6有船的。我买的是星期3呢，也就是10号的船票。从这里出发到 Belém 价格是400巴币，然后再加上8块钱的服务费。但如果你是在网上买的话，要480的，这边要便宜很多的。这是鸡肉热狗啊，应该是泡油来。这是跟我4天4夜睡我旁边的船友啊。How was taste good? Hot dog? 泡油 hot dog. Good.今天呢，就是我自出发以来的第11天了。我将坐这艘船啊，从 Manaus 到 Belém 要待5天4晚。我们出发吧。跟我上一艘船是一样的，也是上下3层啊。在第2层登记，然后是住在第3层的。这边是饮水机。这艘船的甲板是可以上来的啊，比上一艘船要好一点。这里呢，是第3层后面的小卖部，给大家一镜到底。同样的位置，这里呢也是一个卫生间，也是厕所跟淋浴间连在一起的。然后这边就是客舱啦，然后这就是我的位置。我选择了这里啊，是因为这里有充电的。这艘船的餐厅呢是在1楼的啊，这是一个餐饮区，然后这边呢是要付费的，
像我点了一个鸡肉饭，价格呢是25巴币，有点怀念上一艘船啊，上一艘船吃饭都是免费的，这里一份要25巴币，这里上网的费用要便宜很多啊。全程的 WiFi 的话就是5天时间，价格是40巴币。一瓶啤酒呢，价格是6巴币。在亚马逊的下游呢，经过一些村庄的时候啊，村民呢就会开着他们的快艇，用来靠近这个渡轮来卖货的。现在是在卖这些他们打过来的鱼，很大一条哎。到了晚上呢，每隔30秒它就会开一次这个远光灯来照一下前面啊。如果你看完视频呢，也想过来体验一下的话，如果你选那个吊船位置，千万不要选在灯下面啊，很多那个虫子都被那个灯吸引了，要选那种暗的地方，没有虫子的地方。大家早上好啊，这是我在亚马逊的第12天，哇，清晨的阳光晒在脸上，好温和啊。在亚马逊下游，其实城市都挺现代化的，没有在上游那一段那么有意思啊。晚上9点多，终于出发了啊！这个码头呢，就是坐落在圣塔伦这座城市。可以看到，这城市其实不小的，是有接近30多万人口了。这个城市呢，就是位于 Manaus 到 Belém 中间点的位置啊，所以很多船只呢，也是把这里作为中转站来这边补给。Hola, buenos días。今天是亚马逊河穿越的第13天。早餐是18币啊，有西瓜，然后咖啡、蛋糕，还有面包。Animal sin reposo, torres de la vigilia, candela de los ojos. No sé qué pueda ser si una curva en el tiempo. 在一个小码头停靠啊，可以看到这周边有个有趣的现象，在周边的都在下雨啊，就只有中间那一块呢被太阳照的地方是没有下雨的。傍晚坐在船头，看着亚马逊河的支流，然后喝着啤酒。船长，可以看到，就亚马逊河呢，它的河道是每一年都有变化的。这边看起来有点窄，其实它只是一个支流，它就分叉了很多条了。看，这就是当地的村民啦，他现在过来这边，就是要点吃的啊。那等一下就会给他扔吃的了，那扔过去了。哇，扔了2大包啊，3包。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亚马逊河穿越的第14天，现在呢距离大西洋只有160-170公里了。现在还不是大海啊，但已经有大海的感觉了。我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再往北啊，就相当于是有5个国家了，说5种语言，在拉丁美洲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区域了。16世纪起，欧洲列强在亚马逊河口以北的地区角逐，由南往北，分别是普属圭亚那、法属圭亚那、荷属圭亚那、英属圭亚那以及西属圭亚那。复杂独特的殖民历史造就了5国圭亚那使用5种语言。现在的船只呢都是配备有星链的，所以说现在在亚马逊河全程都是有网络的。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小船的停靠方式有点独特啊，因为我们这个大船呢没有去码头停靠，所以说他们就开了一个小船过来这边来载货卸货。这是月亮，然后前面就是太阳了，
因为现在呢已经距离终点很近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当地的村民会在这里开着快艇在这边停靠，然后看有什么乘客啊，有一些不需要的行李呢，就可以直接扔给他，因为他们在这边的话物资是比较匮乏的。这是村民拿着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啊，10块钱一袋啊，他给我找钱。Obrigado。味道吃起来就是感觉很清淡的蓝莓汁啊。这是当地的一种叫阿萨伊的有点类似于草莓、蓝莓之类的果酱啊。哇，它是富含青花素，可以抗衰老的，这样子，很神奇。它的茴香呢有一点点淡淡的可果的味道啊。现在船只呢驶入支流了，准备进入贝伦，所以说现在的水流就比较的平静了。我们这个游轮呢，它不停靠了，直接开一个小船过来把人接走，把乘客接走。经过14天的航行，终于找到了大西洋。我身后这个城市呢，就是贝伦啦，是欧洲殖民者在亚马逊的第一个定居点，也是欧洲与亚马逊之间贸易的税务站。贝伦，葡萄牙意为伯利恒，象征着粮仓。1616年，葡萄牙人来到亚马逊河口建立要塞，并赋予了它圣经的名字。19世纪的橡胶热让贝伦一度富甲一方，如今已发展成人口超过150万、面积1059平方公里的大都市。从码头呢到我住的地方大概6点多公里啊，我打了个 Uber， 价格呢是14巴币，我选择的是给现金啊，但给现金的话，但一定要小心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下车之后一定要让司机点完成，你再给现金，要不是的话他们可能不点完成，或者是说就点我们没有给，到下次你再打车的时候，你是需要支付了上一笔你已经给过现金的钱，你才能打车的。现在到住的地方呢，给大家参观一下。我订了一个小小的公寓，房间，然后就是厨房都在一起了啊。这边是卫生间，就这么小，价格是125人民币一个晚上。相信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最后一段行程呢用的是4天3晚，不是5天4晚啊。因为它河道的变化，因为水位的上涨，反而变得更容易穿行了，所以说时间就更短了。才几天没有剃胡子，那胡期都这么长了，啊，太累了。我吃个饭，然后在这边逛会超市，就回去睡觉了。明天呢，再带大家好好的逛这个城市。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在这里等公交车啊，准备大家去看一下贝伦最古老的市场。今天可能是巴西的什么节假日啊，现在搭公交车是免费的。这位呢是我在船上面认识的当地人的乘客啊，然后呢那位呢是他的妹妹，然后他妹妹的孩子。现在他带着我来逛这个市场，这市场是在16几年的时候非常古老的一个市场，但你可以看到这些外墙都是翻新过了，也是非常的有殖民时期的特色。现在呢他带我来尝试一下这边当地的美食，可以看到在这个传统的市场啊，是有成百上千家不同的小贩的餐饮小贩啊，可以看，但是现在是周末，可能没有那么多开饭的。那这边也是，这边也是。Obrigado 非常感谢这2位当地人给我介绍的当地传统的美食啊，真的是叫巴西莓，其实就是棕榈树的一种果酱做成的就是果酱汁了，然后再配上当地的炸鱼或者是炸虾这样吃的。这个果酱呢，它的下面是放了冰块的，所以说吃起来是比较冰冰凉凉的。这个巴西莓呢是可以加他们各种的辅料，然后这个是糖，也可以放点糖啊。其实不放糖味道也很不错的，放糖的话就甜一点了。
当时我在亚马逊河的船上已经拍过了，但这种吃法才是正宗的，就是配着炸鱼一起吃的是正宗的，很清香的果香味。哦，这个要打碎，直接吃是不行的，我试一下。直接吃是很涩沙沙的，真的是要打碎才行。就吃完这个呢，要配柠檬来洗牙才行的。这也是北方的特色啊，咸鱼干，价格是15巴币1公斤。他们刚才跟我讲，用翻译机跟我讲啊，他说呢，这种饮料啊，就有点像，就是我们的巫术一样啊，就是有点像迷魂药一样啊。就当女性呢，为了想束缚男孩子的时候啊，只要给他喝就是这种饮料，然后施了魔法，他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那个女的了。这个翻译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就是可以就是壮阳的了，然后还有同性恋的，反正都可以用的，还有好运的，还有就是赌博什么游戏，应该是赌博的意思了。他们跟我讲，这个呢不是用来喝了，就有点类似香水一样，是擦在身上的。他跟我讲了，这些呢就是饮用的了啊，就是有什么糖浆之类，有些草药制成的，就是反正有催情的，然后还有就是治肺炎的、糖尿病的，反正挺迷信的。这个呢是鱼子啊，你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子吗？像那个玻璃球一样的。这里呢是卖螃蟹的，这种蟹应该味道很不错，7、8币1只啊。这种蟹呢是生活在淡水跟咸水交界的地方的。我们就在亚马逊河汇入大西洋出海口来结束这期视频吧。这一趟旅行给我的感悟太多了，可能这期视频的结束已经没办法非常简短了。不过最后呢，我会附上大家关心的开销账单。结语呢，我想聊的是大航海。葡萄牙发现巴西其实是一个意外啊。在1500年呢，葡萄牙舰队本来是想借着西风带，然后越过西非的无风带，然后到达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结果稀里糊涂被吹到了巴西啊。还有就是我在 Iggy 的视频更新后啊，我讲到了就是麦哲伦环球航海遭到了很多质疑，大家都觉得这是假的，觉得麦哲伦怎么可能直到美洲，又怎么越过美洲到达太平洋，然后他在菲律宾死后，他的副手又是怎么知道印度洋，然后到达好望角又返回西班牙的？其实在1488年，葡萄牙人就已经抵达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了。也正因为如此啊，西班牙人才让哥伦布在1492年吧另辟蹊径寻找到印度的方法，结果误打误撞来到了现今加勒比海岛国。然后当时的哥伦布不知道，以为这里就是印度啊，所以给当地人起名India， 就是印第安人。而麦哲伦的环球航海呢是在1519年的，在那个时候呢，西班牙跟葡萄牙已经开始殖民美洲了啊。所以说，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成功，第一个拥抱地球的人不是他一个人所为啊，而是在那个大航海时代所有的航海家的经验累积在一起而完成了这个壮举的。所以我觉得大航海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啊，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而勇敢才是上帝给人类的珍惜馈赠。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